家好，欢迎来到大香读读客厅。今天我们要来读什么书、什么故事呢？我们来讲2010年的林格伦奖得主的一本作品吧。在2010年的时候，凯蒂·克罗瑟他荣获了有儿童文学界诺贝尔奖殊荣的林格伦奖。凯蒂·克罗瑟，我们来写一下他的名字。那凯蒂·克罗瑟他在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美杜莎妈妈》。美杜莎妈妈，美杜莎妈妈在2014年的时候啊，顺利出版成书。那他呢这本书呢，非常诚恳的呈现了一个女性，她成为女儿的母亲而有的一些身体跟心理的变化。那在开始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来谈谈一个希腊神话的角色啊。这个角色呢，他相信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太陌生啦。那我就用我所仅有的绘画的一点点的才华，为大家画上这个希腊神话的角色。这个角色的名字呢，叫做美杜莎。那希腊神话里面的美杜莎啊，她原来呢是一位守护女神雅典娜圣殿的一个女祭司。她长得很漂亮哦。那因为她拥有美丽的相貌，所以呢遭到海神波塞冬的侵犯。可是在这样的遭遇之后呢，受处罚的居然是美杜莎。当时雅典娜处罚了美杜莎，把她的头发都变成了这个有一点恐怖的毒蛇。那我们在故事里面说到说，只要有人敢跟美杜莎对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变成石头哦。所以美杜莎啊，她在神话里面呢，其实就有点被污名啦，变成是一个丑陋的女人的代表啊。她给人带来的感觉就是一种恐怖的感觉。我们先把她的名字写下来哦，美杜莎，美杜莎，美杜莎。那现在呢，我们在这本绘本里面呢，把它冠上给母亲，把这个名字送给一个母亲，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故事会变成你觉得从这样子来看，是不是恐怖的？这个美杜莎妈妈会不会就是一个恐怖的代言呢？会是恐怖吗？加等于恐怖。好，那我们先打开来一起读吧。最初啊，令我迷上这本书，就是想要买它的原因，想要去读它的原因是这本书呢少有的将女性分娩的画面展示在绘本之中。你看啊，这个美杜莎她就是她要生宝宝了啊，她在这边非常迷人，
分娩的画面。那我自己手边藏的绘本应该有3本绘本是有女性分娩的画面，在这一本它画的非常的有趣哦，非常漂亮有趣。那美杜莎她生下一个女儿，生下了一个女孩子。那渐渐的呢，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美杜莎妈妈开始去爱她的女儿，照顾她的女儿，养育她的女儿。而最初我们可以看到她开始要展示错误的方式去爱她的女儿的这个情节啊，是有一次呢，美杜莎呢，她把女儿呢，介绍给村子里面的人，那抱着女儿哈，介绍给村子里面的人，跟大家说，这是我的女儿美杜莎。那这个时候呢，产婆呢就慢慢的靠近这位母亲。当这个产妇生下来，有个助产士，其实刚才其实可以看得到啊，是助产士啊。当她要靠近这个美杜莎，想要帮她抱这个孩子的时候，美杜莎跟产婆说：不，你不可以抱她，她是我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个绘本他就开始琢磨在美杜莎妈妈她如何无微不至的照顾女儿，例如她会把那个头发啊给女儿当作是摇篮，或者是她会用头发去喂食女儿啊，这个不展示给你们看的啊。如果你们有机会拿到书的本体啊，就是书的纸本的，你就会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啊。那她会照顾她的女儿啊，辅助她行走，去抚抱她，安慰她，让女儿去陪着女儿去不同的地方。那女儿到后面呢，她开始渴望人群。她本来是在妈妈的头发的怀抱之中，现在她开始渴望人群，她想要到学校去。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猜到，当她想要去学校去接触其他的人的时候，美杜莎妈妈她会做什么样的决定，或她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就来讲这美杜莎妈妈她在生产之后的这个画面了。美杜莎妈妈她清晰的刻画了产后母亲的一个情感情绪哦。我还记得分娩之后，因为催产素的分泌，和小孩子分开，和我的宝宝分开，就令我充满焦虑。而当时呢，我非常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养育宝宝，就像美杜莎妈妈一样，从爱的怀抱变成对孩子的占有，甚至对世人的拒绝。那我试着在分析自己在产后的这种心情，当时我感觉到自己就像是遭遇到了一次的创伤后遗症，因为我经历了一个那么大、那么巨大，而且没有人可以共感，没有人可以一起去承担的疼痛，所以我对世界可能也是充满着愤怒。当然，它是因为我也很清楚感觉到那是一个你的身体的正在遭遇的变化。那我们在这一部绘本里面啊，有一些很神奇的地方哦，就是你看啊，这是美杜莎的头发，可是呢，在凯蒂克罗瑟的访谈里面，他讲到啊，美杜莎的头发，它其实呢，跟某一种生物有着非常相似的连接啊。用我仅有所剩无几的绘画的才华来帮大家展示。你们猜猜看，我画的是什么？我画的其实不是汉堡，也不是香菇啊，是水母。要自己写下去，好惨啊！水母在凯蒂克罗瑟的访谈中啊，他讲到啊，生物学家林奈，他当初啊，将水母的学名就命名为美杜莎，是因为水母的触角哦，跟美杜莎的头发非常的相似。而在这本绘本之中哦，美杜莎妈妈的头发有着类似的形象，是非常有魔力的。那水母的触角哦，对其他的动物来说，它是一种带有威胁的武器。那美杜莎妈妈的头发也是如此哦，她的头发让她跟众人、跟大部分的人充满着
一种距离感，保持了一种距离感。不只是因为这一头乱发，他的形象非常的奇异，也是因为他对这个孩子做了非常多以爱为名的行动，所以让其他的人无法靠近。那在这一本绘本里面呢，他的蝴蝶叶其实就画了非常多的水母，暗示了这种情景。好，那我们来看这一幅作品啊，就是它有一幅很大的跨页的全幅的画。当女儿啊，她开始看着小朋友，看着其他小孩在上课、上学，在探索，那她非常倾慕的看着其他的孩子们。美杜莎妈妈的眼睛呢，被头发遮住了，她的头发遮住了眼睛，也是充满距离感的观察这整件事情。那整个画面呢，妈妈就像是女巫一样，带着女儿离群索居，离大家都好远。好，那在凯蒂克罗瑟啊，他的访谈里面有说到说，这本绘本的内容构想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凯蒂克罗瑟是一位拥有英国以及瑞典身份的作者，他在思考这本绘本的内容时，他回到他妈妈的故乡，也就是瑞典，花了很多时间在海岸边散步，所以画作中也留下了当时散步的时候所见到的海岸风景。这个和凯蒂克罗斯的作品中常常见到的森林小物不太一样。那他在这些风景里面我发现他画了很多的小东西。那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海边散步行走的人所以我会发现就是在潮间带的生物很神奇潮间带的生物呢，有着非常奇特的形态。如果你时常在潮间带散步就会有种自己宛如身处在另外一个星球的错觉。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里作者画了好多小小的类似外星生物的东西那么的可爱好可爱对不对？好喜欢非常可爱。那这些小小的类似外星生物的可爱小东西，他们一直在这对母女的身边。而且呢，无论是被称为美杜莎的水母，或者是这些潮间带的小生物，他们在生物上，这个生物体的，他们的生物体都有一种特性，就是对于咸淡水的盐度有很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需要活在咸水区的生物，因为环境上的困难，在没有海水可以进来的时候，它们呢可以生存在淡水之中，也就是可以忍受着生存下去。当然，潮间带的生物对水分，无论是在涨潮或者是干涸的时候，它都有很大的容受度。那跟这个水母它的个性也很像，水母也是一个非常能够容忍不同的高度的盐度跟淡水的一种生物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海滩边发现有很多水母的时候，你可能知道它的那个环境，整个海洋的环境它已经有比较大的变化，但只有水母可以这样子运动美杜莎妈妈跟女儿伊丽莎，她的女儿会出没的场景其实都是这样的潮间带。那这是作者在他的创作的过程中，他的所看到的一个重现，看到了风景的重现。那这让我不禁想到一位母亲的韧性。我们在清洗就是凯蒂克罗瑟在清洗美杜莎，她被命名为在那个清洗女性被命名为美杜莎这样的污名的时候，凯蒂克罗瑟做得非常好，他反向处理，他去利用这些生物的特性，然后去暗示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就是本来就是如此本来就是如此的母职的特性。也就是说恐怖的反面它是因为不理解。当我们走进潮间带，认识美杜莎妈妈，就可以看到她和这些小外星人一样，是非常可爱的东东
今天呢，大象嘟嘟客厅就到这里。好，这是我们关于美杜莎妈妈的秘密啊。那我会再继续做一集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些观点，就是我自己的观点跟书中的细节。如果呢你喜欢凯蒂克罗瑟的书，你想看看这本书，你可以把大象嘟嘟客厅当作读书会频道一样来参与我们哦。我可以跟你分享我手边的这本作品是在哪里找到的。它的这个版本是法文的版本，目前呢它购买的地方呢是在台北的同里绘本洋行。那中文版呢，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繁体版哦，只有简体版。那简体版呢，在锦锦31绘本书屋有售，所以如果大家还想看到的话，就可以来书店或是去书店找一找看。那今天大象嘟嘟客厅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也欢迎你按赞，还有分享以及订阅，加上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的话，改天再见咯，拜拜。